把這個橋梁放置了以後啊，看一下啊，這個橋現在顯得沒有那麼危險了，是吧？沒有那麼单調了。然後我們再去城市的內部，有同學說想看一下我们的這個出租車，我上一次建設了，然後我後來又把它關了。使用中的出租車25輛，再檢查一下，這旁邊為什麼有這麼多行人啊？正在前往體育場啊，體育場。等於說我們上一次那個小島發展的一些旅遊業啊，現在生意是可以的。這個遊輪應該可以瞬間坐滿50個人的吧？啊，下來30個人，乘坐50人，還有116人，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就是前方的公交車可能需要調整。公交車已經乘坐了30個乘客，這個站點的人數達到了165，人數最多的地方在我們的 CBD。其實這個位置沒有多少人，把這個樓也換了吧。這個樓大家已經吐槽了很多期了。然後呢，我們把它刪除，刪了以後我們再找一個高樓，找一個稍微個性一點的。就已經解锁的高楼來講，這個是什麼啊？還是上次那個。那麼沒有找到比它更合適的了。我們現在城市有150萬，把它放這了以後啊，基本上就沒有什麼錢了。OK， 來看一下效果，還行，就它吧。然後我們繼續去發展一下人口啊。這個星期馬上就要建設機場了，然後現在城市的人口才2萬多，這個條件去建設機場的話，肯定會賠錢的。強制一下地面，把這條路給沿過來。然後呢，這個山上的地形啊，我們先暫時不平整，我們只需要把這個道路給降一下。OK， 再考慮一下這條道路要不要和前方也連接一下。讓它和前方連接的話，拆一棟房子。哎，我觉得這個可以有。拆了那個房子以後啊，我們是為了在附近蓋更多的房子，然後呢，往上方繼續延伸。我們可以把馬路切在這個方向。這個山坡上放一個環島吧。主要是中間太高了，在中間如果不平整地形的話又不太好看。然後越過這條小路，再和主干道進行相連接。來吧，把遊戲加速一下。這個房子蓋在山坡上了。雲山住宅區。然後電源的話，想一下啊，電源旁邊就有一個別墅區。中間先隨便放一個建築啊，把它電源先連接一下。等後期我們再去慢慢的去打理環境。那麼現在最主要的就是人口。我們來到山上這個位置啊，這個山上的話，選取幾個比較有個性的房子，因為現在有辦公需求，還有商業需求。山上的商店還有辦公樓，我們可以適當的稍微放一點。高密度商店，這個應該是一家酒店。把酒店放在這個位置的話，它的陽台，哎，它的陽台正好可以面向大海。然後我們把山上的道路啊，按照這個地形再稍微的平整一點點。其實剛才畫的有點錯了。我們按照這個地形呢，選取一個高度，平整一點點，不能太多了。再想一下啊，這個山上的電該怎麼做呢？我們先放一個風力發電機吧。風力發電機不能太近，放在這兒。先把山上的電大概給帶動一下，等後期啊，這個電源和山下連接了以後，我們再把它給拆了。那麼現在商業和辦公需求，我們可以按照山上的這個地形放置的稍微疏散一點。這是一些比較奇怪的房子，這是我專門訂閱的，正好可以放得下來。有賣衣服的，有酒店的，有賣吃的。然後旁邊呢，这格裡面呢，我們可以放一些
讓市民工作的地方。办公樓裡面的房子看起來更奇怪，你比如說這個房子可以安排幾百人工作，但是放不下來。來2個檢查一下啊，已經有人才過來了，你看啊，络绎不絕的啊，人流量還不少啊。我們把上山的这個道路稍平滑一點啊，現在看起來太陡峭了。OK， 好多了，現在好多了。來找個行人來跟蹤一下，我們把遊戲恢復到1倍的速度。這位小妹妹居住在麋鹿住宅區，上山的道路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，這些老年人可以拄着拐杖上去，說明這條山路是沒有什麼要求的。來，我們接下來再來到山上啊，在山上這個位置呢，我們加一些小型的商店，把這裡的高樓盡量把它錯開。那麼旁邊的土地呢，我們就可以放一個稍微小型一點的植物了。OK， 再給大家解一個困惑啊，為什麼我們的這個城市汽車他們不加油呢？因為他們用的都是一些新能源。這些汽車充電的時候呢，它只需要來到本地的有機作物這種店鋪，就可以為它增加一部分的續航了。我們從這個視角來看的話，這個山上好像也沒有什麼違和的。本來我覺得這個山上自然的地方我們就不再開發了，基本上沒有什麼增長啊。然後我現在決定不等了，我們選取這個4車道的公路往上方的小島上去進行延伸，為城市下一步做機場來準備。檢查一下這個道路我們應該怎麼做啊？先抬高是吧？從這個十字路口呢，我們先把它抬高。哎，可以啊。你看自然的道路我們直接架天橋可以，這個 CSUR 的道路用習慣了，在十字路口我現在都不敢架天橋了。然後我們還得檢查一下這個海上的海平面高度，後期可能通船的話就不太好走了。先建在這兒吧。然後呢，我們再去前方的小島來看一下這條路從哪邊引過來比較好。這個小島的地形啊，如果說做機場的話，跑道橫向豎向，哎，算了，我們就先沿到這个位置来吧。然後正好小島旁邊呢有3個小島，還可以在這裡做一點小生意。然後呢，我們在小島上再拉3條直線。哎，這樣挺好的。我們這條路肯定還要向這個方向再延伸的。它沿在這兒了以後啊，這麼長的一條橫截線，那麼後期在過船的時候肯定不好過。我們可以選取一個路口呢，把它變成一個小隧道。比如說，把這裡的橋梁先刪掉，然後呢，讓它提前進入隧道狀態。看一下效果，那還挺好的，就是這個隧道有點太深了，我們只需要把後方的節點向後拖一點，它自動會起到一個平滑的作用。然後我們再去往前方啊，把這條路呢和我們的城市進行連接。我突然發現我們城市的這條道路好像做的方向有點問題，它筆直的過來的話是通向這兒。先研究一下啊，這個筆直過來的話也不太好看呢。我們讓它稍微彎曲一點點啊，做一個 S 型，然後從這個位置把它進行連接。我也沒有看我花了多少錢，總之呢，現在是不到100萬了。OK， 這個跨海的大橋看起來怎麼樣？本來5公里能夠到達的路程，現在只需要開15公里。